你一向冷静自制，从不肯失掉半分仪态，但现在却为了小白的事情与瑶池王母大动干戈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咱们理亏，这几日你为了小白连续受罚，但他却毫不知情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不该动用阴司。对他们来说，小白是妖不是人。在我眼里，小白是人，不是妖。我们争不过一个理字。就算此事瑶池王母可以不计较，但九溪山不会就此放过。好了，我累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小白只能留在九溪山，哪儿都不能去。落红飘入尘土，相思成疾。子轩日日督促你读书写字，花了那么多时间与功夫，你怎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？我辜负了子轩的教导。你要看清自己的命，是清醒的清，而不是轻贱的轻。一旦看清楚了，就不会肆意妄为，更不会胡思乱想，也不会做错事。可一旦看轻贱了，不但会耽误了自己的名声，还会毁了子轩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仙鹤姐姐提点。一夜的思念，爱不到繁花盛开，你转身坠落凡尘，云游四海。千年如尘埃，换来你一世相守的等待。天地不灭，痴心不改。你知道哪儿错了吗？我不该擅自闯入蟠桃林。这么爱吃蟠桃？他们说你离飞仙只差一步，蟠桃有助于仙力，所以我想把蟠桃送给你。若不是我及时发现了异象，借了冰镜一瞧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现在早就成了阴司爪下的亡魂了。还疼吗？这是你一直舍命护下来的。来，你不是想要尝一尝吗？我不要，我只希望你能够顺利飞仙。看来你还是不清楚修炼成上仙是怎么一回事。来，吃吧。那我们两个一人一半。来。一夜的思念，爱不到繁花盛开，你转身坠落凡尘，云游四海。千年如尘埃，换来你一世相守的等待。天地不灭。今天我让你画景色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哦，子轩，你刚才明明是闭着眼睛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盯着你呀？这是什么法术啊？我忽然想起来，灵楚还在休养，不知他心火的情况怎么样了。我该去看看他了。灵楚，就是那个要取我蛇心的人吗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灵楚？不用了，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完呢。子轩，你去忙吧，我先走了。
师傅密音传话，难道是有饕餮的消息？你怎么能私自读取师傅给我的命令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饕餮逃出昆仑山，滥杀无辜，白帝竟然隐秘不报。若我能将饕餮带回，九重天上无需知晓。你身上的伤，都是饕餮所为。你现在伤势未愈，根本就不是饕餮的对手。上回你没能拦住饕餮，这次有了饕餮的消息，如果再让他逃了，岂不是责任更大？只怪我心火未愈。饕餮的先例不在你我之下，你还有伤在身，完全不可能生擒饕餮的。紫萱，我们相识1000年，虽分属不同的门派修炼，但始终惺惺相惜。我们一同平定四海之乱，那一场场战役，我们始终并肩作战。但这一次不同，饕餮之事事出昆仑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而我，就算粉身碎骨，这也是我的责任。紫萱，我替你去擒回饕餮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这是昆仑的事，你不要插手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使用仙力，否则你的1000年仙力只会毁于一旦。紫萱，紫萱，紫萱，紫萱！难道这该不会就是紫萱的结束吧？仙鹤姐姐，仙鹤姐姐，紫萱她去哪儿了？你犯了那么大的错，当然要给你一些时间反省了。我已经每天都在反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紫萱为难了。你想她了？嗯，仙鹤姐姐，你快点告诉我吧，紫萱到底去哪儿了？前段时间我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有些严厉了些，你没放在心上吧？我知道那是仙鹤姐姐为我好。这做人呢，不像做妖，做妖可以随心所欲，但是做人却要揣测人的心思。是不是紫萱生我气了？仙鹤姐姐，你快教教我吧，我怎么样才能让紫萱不生我气呢？要不，你做个样子，假装离开九溪山，让紫萱忧愁紧张。一旦她为你担心，就说明她真的把你放在眼里，就会去找你。到时候你再道个歉，不就行了吗？
轩，你敢坏我事？若不是因为白帝护你，你怎敢如此胆大妄为？竟然以孩童之血来修炼邪术，无所忌惮。区区几个凡夫俗子，死不足矣。众生平等，你造的孽，定会付出代价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日我就仁慈点，给你一个痛快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身为龙族，却想要坠入魔道，修炼邪术。若我晚一步收了你，让你修成了万魔之首魔眼，以后怎能奈你何？哼！我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带上你。我不会杀了你的，我要你活着，反省赎罪。不生不死，不毁不灭，凡间飘荡，历经千难，以还孽障。你竟然斩我仙根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只要我一日不死，我将穷尽所有力量，慢慢折磨你，也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至于妖帝的下落，你们恐怕白费功夫了。他连我也不知去向。没想到饕餮的邪术竟然如此的厉害。子轩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不然我去找他吧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长时间，不会是出了什么危险吧？啊！我悟出了一个道理。哎，这应该是领悟的悟吗？怎么能写成错误的悟呢？生死熟虑。哎呀，这深思熟虑怎么能跟生死扯上关系呢？规矩的规怎么画了只乌龟呀？看来明天开始得加紧鞭策，写一封信都是错误百出的。子轩，
你这个时候的反应不应该是担心吗？怎么还会有闲情逸致改我的信呢？可是如果子轩没来找我，他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呢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又何必留在九溪山呢？他毫不在乎我离开。小心！子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饕餮竟然将一丝魂魄留在了天机剑上，那怎么办？你赶紧去追他吧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保护我？真不知该说你胆大，还是少根筋了。我这点伤不碍事的。饕餮的魂魄跑了，你赶紧去追他吧。只要还留在九重天上，就一定能追到。眼下，治好你的伤最为关键了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被天机剑伤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苦吗？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来，再喝一口吧。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九溪山呢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在不在乎我，想知道你会不会去找我。如果我不在乎你，不去找你，你真的要离开九溪山吗？当然不会。小白，人心最经不起试探与猜测，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了。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有些事情对你来说，或许太过于复杂了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初心，活得自在快乐一些。我只要在你身边，我就过得很快乐。早点休息吧。你受的伤虽然不至于致命，但容易留下后患，好好调理。子轩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？放心吧，我等你睡着了再走。元神出现裂痕，根基不稳，这痛竟是蚀骨裂心。子轩，
小白，你的伤选好了吗？谁让你出房门的？你又忘记带伞了，我来给你送伞的。我怕你着凉了。别给我转移话题。如果你的伤势加重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躺了几天，早就好了。我要是再躺下去的话，才会生病呢。嘿，看你脸上这么开心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又被你猜到了。我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哎，你等等。难不成你又去了蟠桃林，偷了蟠桃吗？上回犯了那么大的错误，再笨也会记住教训了。这是仙鹤姐姐送给我的桃花，漂亮吗？仙鹤姐姐说了，这种花只能在春天开，九溪山这种地方终年是雪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。难怪你一直把桃花当成自己的宝贝。这个桃花是我特意给你送来的，你喜欢吗，子轩？我绝对不同意。去蓬莱仙山怎么能带着小白？你这反应会不会太大了些？我是说，蓬莱仙山门规森严，带着小白恐怕有些不妥。更何况百草仙君那儿也没法交代。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处理的。你送了小白的桃花，他就当成了宝。我倒忘了，小白从小就没有见过桃花。眼下正是蓬莱仙山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想让小白好好的看一看这满山的桃花。子轩，你似乎对小白过于的偏爱和纵容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我对小白严厉了一些。他现在肯定苦着一张脸，好好的念书呢。我对他是不是太过于强人所难了？仙鹤姐姐，原来蓬莱仙山的景致跟九溪山完全不同啊！那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里啊？要不要留下？子轩，子轩。蓬莱果然育有天下百草，灵楚的心火用了这些药材，差不多就可以痊愈了。草药先放我这儿吧。今天因为我耽误了些时辰，眼看着天色渐晚，小白今天恐怕是看不见桃花了。我先走了，再去采一些草药来。没关系的，今年桃花谢了，明年还能开。今天看不见，早晚都能看见的。你想得倒透彻呀！花开花落，终是万物法则。我本来想带你看看这晚上的桃花林，晚间的桃花林啊，别有一番景致。现在看来不需要了。不是的，子轩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你不要信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刚刚为什么要惺惺作态呢？这可不像你啊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做人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，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你没做错，这次是我故意逗你。走吧。树白头，拈一朵落花遮住离愁，旧恨新有，化作眉心的皱。几番春秋，
想念没超过几个年头，你是手心握不住的红豆。桃花，好美啊！原来夜里的桃花林这么美啊！我只送了你一枝桃花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桃花林。九溪山终年风雪，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色。不过这里再美，也没有九溪山美。蓬莱仙山的桃花林是仙界最美的地方。这里10个桃花林也比不上一个九溪山。九溪山的水，九溪山的雪，九溪山的美，样样都好。因为有你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？你没说错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接着说。我刚才想说，因为九溪山有你，这够了。花开如酒，我枯坐门中望成石头，闻着鼓声声催人别回头。怎么离开，怎么能唤醒爱？你不在，岁月变沧海，怎么记载往事的对白？青帝，拿给我，拿给我！这是紫萱画的。我猜紫萱近日所为，许是与此有关。他这是要毁了他自己。你离飞仙就差一步，最后关头，怎么会败在饕餮的手上？饕餮伤了你的元神，你为何不说？千年道行，功亏一篑。你可知飞仙这一劫对你何其重要？是徒儿的修为不够，又负于师门，让师父操心了。徒儿躬行自身。九溪山存世万年，只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，为师为你付出了千年的心血。如今你道心不稳，未来大道该如何前行？元神已有裂痕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凭饕餮之力，绝对不会伤你如此之深。你与他对决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我低估了饕餮的邪力，一时失策，才惨遭重伤。
你心思一向缜密，从未有如此的疏忽。除非是你故意为之。提领主前去活捉饕餮的时候，徒儿仔细的想过了，说杀了饕餮，必服了白帝脸面，怕师傅在白帝那儿不好交代。可若活捉了饕餮，以白帝徇私的个性，只会有更多无辜的受害者。所以徒儿最终决定斩去他的仙根，让他再也无法返回仙界。你心思如此周密，你是借此机会受伤，无法飞仙离开九溪山闭关。你安排如此周详，是否与此话有关呢？这是子轩何时所画？这幅画并无不妥之处，师傅多虑了。你动了情。我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动过情，包括小白，包括小白。好，既然你与小白无情无念，他本就该在离山修炼，让他从此离开九溪山。我未曾违逆过师命，一直以来，凡事都是由师傅安排的。只是这一次，请恕徒儿无法遵从师命。你再说一遍。子轩，你可还记得，当年昆仑山出狱之时，你修行之心是何等坚决吗？这两个仙童，乃是天地钦点，一为七杀，一为破军，万年才得以降生。他日三界的兴衰气运，可就落在他们身上了。你二人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你们为何修炼？为早日成仙，以一己之力匡扶大道正义，方不负师门栽培。我一门心思修仙，不为外物，指望替九重天造福天下苍生。我再问你，修行千年，方可飞仙；闭关千年，才有可能位列仙班。这千年的修行，这清冷和寂寞，你们受得住吗？子轩，能办到。你随我回九溪山，今日所言，务必记住。千年来，你随青帝四处征战，难道不是为了早日飞仙吗？你受的苦，受的伤，都没能动摇你的道心，如今却为了一条蛇要让元神受损。子轩，元神受损，夜夜生不如死，这样的痛苦煎熬，值得吗？无所谓值不值得，对我来说，都不是煎熬。我一直随师父修习医术，百伤之中，最难愈的便是心，七情六欲皆在其中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比起元神受损，心痛心累，才是最大的煎熬。千年来的每一战，我都与你并肩，此时放弃岂不可惜？快将元神养好，待你飞仙之日，我定等着你。
这1000年来，我的确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可如今我却觉得，飞仙之事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。若不是因为小白，灵楚，你是我的知己，是我的朋友。我知道你对我的期许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小白。看来小白果然是你的结束。可你想过吗？你的命格，形魂俱灭，归于天地。或许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不会有事的，灵楚，人定能升天。子轩没有告诉过我，原来人伤心痛苦的时候，心这么疼，感觉像锤子锤下去一样。我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动过情，包括小白。包括小白。既然你与小白无情无念，让他从此离开九溪山。九溪山上都传遍了，青帝要将小白赶出九溪山。所以，你是在替小白担心，还是暗喜？我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完全是因为担心子轩。恐怕你错估了形势，看错了子轩。以前的子轩绝对不会忤逆青帝半分，如今却为了小白，与青帝顶撞。一个刚刚修炼成人形的蛇妖，竟能让子轩如此做。他们才短短数载的缘分。这些时日，你日日替我熬药，如今我已痊愈，尚未亲自向你道谢。不如送你几句话当作谢礼。100年是缘，数载亦是缘。你只有放下对子轩的执念，才能看透子轩的心思。子轩，圣母，没想到你竟会元神受损。此事与小白无关，是我行事鲁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七杀阁为何注定一生孤寡？子轩，从未想过。你心里面就从来没有半点怨恨？若是动了情，便有了牵挂，还怎么守得住3界大道呢？你心如玲珑，如此通透。当初我把小白送到你身边，也不知道是对的，还是错的。修仙之路凄苦，他便是我身旁唯一的春色。自从来了九溪山，他便如雪原之上的桃花，千年风雪，难掩俏丽。一切的心动，皆是为了他。既如此，你便更应该珍重，不然这风雪之中，又有谁能护着他？上古开天地时，阳气上升，阴气下沉，这阴阳相聚之处，就能生出此等冰晶。这朵冰花，或许能助你恢复元神。多谢圣母。修仙者本是与天相争，若是不悔，那便顺心而行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万物从无不变的道理。或许有一日，3种天定的命格也会有逆转
注定的运势。你难过，是因为紫萱未曾对你动情，所以他让你离开。那你想留下来吗？紫萱不能违背青帝，我明白他的思绪。我只求在我离开前，能够助他养好伤势。只要他养好伤势，你就会离开。其实这倒不难。丹药坊有东海冰心枝，可以帮助紫萱迅速的疗伤。只可惜所剩不多，他把大部分都给了灵楚。东海冰心枝无色无味，如果能融入茶水，让紫萱喝掉，我这就去学。且慢，取而不告是为妾。小白，如果你偷拿了东海冰心枝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罪过吗？你果然没有画里的好看。那幅画是紫萱按照我的神态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，丝毫不差。紫萱的丹青略过了缺点，仔细一看，果然少了点灵气。画中是美人，当面一看，也不过如此。你当然想取我的蛇心，我差点命丧在你的剑下。如今我刚刚幻化成人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句对不起呢。你以为你修炼成人，我就不敢取你的蛇心了吗？那你点歉意都没有吗？不取你的蛇心了，饶你一命，算是赔礼吧。只是今日心火上涌，不如取你的蛇胆入药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，不伤你命的。不行，我这个蛇胆不能用。我这个蛇胆有剧毒的，如果你用我的蛇胆用药引的话，你到时候你的肠子肚子全被毒烂了。胆囊在这儿。你跟紫萱都学了些什么呀？我还以为他认真的在教你。你不许这样说紫萱，你可以说我傻，说我笨，但这不是紫萱的错，是我自己不上进。以后不要因为你傻你笨连累了紫萱。紫萱她为了你，算了，这事告诉你，你也不懂。总之，别再闯祸了。若因为你闯祸连累了紫萱，我定不会轻饶你。还有，没事别在丹药坊附近瞎晃悠，这其中有重要的东西。若是让青帝知晓你进去了，连累的人是紫萱。只要为了紫萱，受再大的责罚我都认了。
千鹤姐姐说，在第一个丹炉内，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东海冰心之啊。不会是被人发现了吧？我罚你抄写的，你可都写完了？我抄了10篇，还画了一幅画，练了琴，我还研读了棋谱。你发什么愣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子轩，情是什么？情是劫，情是债。那你可曾动情过？动情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你是听到了什么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为什么别人都有7情6欲，而你没有呢？7情6欲我可教不了你，这个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或许我现在已经懂了。真的明白了？我可是花了1000年都没有看透呢。子轩，我想当一个真真正正的人，不想当一个被你随手捡回来的小白蛇。我想有一个名字。小白就是个名字？不是，那是小白蛇的名字，不是我的名字。我现在已经是人了，我也会哭，会笑，会闹，会痛。我想让你帮我起一个名字，我想让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。关于名字的事情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等你学会了琴棋书画，方方面面更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，怎么样？至少在我离开前，能用人的身份跟你相处。没想到小白为了子轩，竟然真的去偷取丹药。换作是我，
能否做到这一点呢？蛟龙，不是被关在丹药房里吗？怎会如此啊？谁进过丹药房？我。小白，你这是犯了无可弥补的大错。蛟龙镇住了西湖的水源，我们必须要尽快抓回蛟龙，否则受苦的都是黎民百姓。多耽搁一刻，便会在人间留下难以挽回的损失。咱们赶紧去吧。你伤势未愈，这次由我来收了蛟龙。我没事的。仙鹤姐姐，仙鹤姐姐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子轩不能替我去，他身上还有伤啊！我没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，我不该让你去丹药房。仙鹤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身上的线索给解开？子轩让我把你看好。这屏障挡不了多久，蛟龙以西火一聚，占了优势。我引开他的注意，你斩下蛟尾，斩了蛟尾，他便无法借水势翻腾，咱们抓他就简单多了。没心的血，不碍事的，你无需担心。你元神受损，如何与蛟龙正面迎战？当初东海一战，我孤身一人与蛟龙大战3天3夜都安然无恙，现在有你帮我了，难道还擒不了蛟龙吗？擒下了蛟龙，咱们再在九溪山好好的较量一番。好，那你去引开蛟龙的注意，我来斩蛟尾。仙鹤姐姐，我知道我先力微薄，但是也许我能帮他挡一挡攻击呢。上一次我帮他顶住了天机剑，这次没准我能够替他挡。我不能帮你。小白，这线索是子轩亲自设下的，你冲不破的。可是上次灵楚，你上回能替灵楚解了些障，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可以的。如果仙鹤姐姐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。但是我就是想试一试，万一我可以帮他呢？我不想让子轩受伤，求求你了，仙鹤姐姐，求求你了。小白，小白。
血为引来开启锁妖塔的。如此一来，必须要以生灵为祭，才能使锁妖塔关闭，否则将会毁天灭地的。我这是要以蛟龙为祭，为久旱的大地带来甘霖。若不以血阵开启，眼下我们根本不是蛟龙的对手。以蛟龙为祭，必定会天下大乱，黎民苍生都会饱受战乱之苦。况且杀了蛟龙，有违天道。眼下百姓流离失所，若不收了蛟龙，日后也将引发战乱。比起百姓疾苦，杀了蛟龙为祭算不上杀孽。况且这蛟龙替龙族杀了不少蛟人，就算有违天道，我也认了。你身的妖气会干扰锁妖塔的，你再不离开，锁妖塔会连你一块儿收了。快走！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仙鹤看着你吗？别怪仙鹤姐姐，是我求她放我出来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自作主张，擅自闯入丹药坊，酿成了大祸。小白，你不要自责。我已用天机固定了蛟龙，它已经逃不出锁妖塔了。我何其有幸才能遇见你，每一次都是你帮我解决难题，我应该怎么做才不让你为难呢？你从未让我为难过，只是我轻忽了人性，轻忽了你的善良。锁妖塔如果没有收到药，就会反噬开启者灵楚的元神。锁妖塔是天地铸炼的法器，一旦用血开启，如果没有生灵祭祀，锁妖塔会收了开启者和周围所有人的生灵。快走！我坚持不了多久。你让我去祭祀吧。小白，你这是在送死啊！以你的修为升级锁妖塔，你的元神将会被红莲烈火蚀尽，一下就灰飞烟灭了。不要，子轩不要！我不要你的仙气三级，你撑不住的。子轩，灵楚，快收了锁妖塔！
结束是我造成的，是我血姬所要，他害了你。可惜，我没有时间教你。其实，你一直都很好。我马上离开你，我马上离开九溪山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我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你别灰飞烟灭行不行？你别灰飞烟灭。命中结束，不由我，也不由你，终有天而定。我不怕毁了我元神，我也不怕灰飞烟灭，但是为什么是你？你能不能别离开我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才能救你？什么办法都可以，什么办法我可以让我救你？但是我不要你灰飞烟灭。在我心里，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。这一世，我再也护不了你了。你答应我，好好的活着。你爱桃花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记住了，你的名字是白夭夭。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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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你离开，我不要你灰飞烟灭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怎么活呀？我一个人怎么活呀？虽然如此，子轩，你等等我。我们的命是子轩换来的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轻贱。我不应该出现在九溪山，都是我害的，都是我害了他。是你我二人逼得子轩灰飞烟灭。这笔债无论如何都还不了了。你以白夭夭的身份活下去，这是子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